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原来小苏打还有这么多妙用，抹在脚上可以轻松解决一些难言之隐。小苏打又称苏打粉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种调味品。在家中没有酵母粉时，它可以用来替代发面。此外，小苏打也常用于清洗蔬菜和水果，让你不用担心残留问题。作为一种富含碱性的物质，小苏打除了用作调料外，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用途。这些用途帮助了许多人解决烦恼，却常常被忽视。让我们一起通过视频了解一下小苏打的各种用途吧。妙用一：浸泡双脚。首先准备1桶洗脚水，然后加入3汤匙的小苏打，充分搅拌均匀，接着将双脚浸泡在水中。这种做法有助于放松脚部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身体感到轻松和充满活力。此外，这样还可以使脚部皮肤变得更加细腻，同时有助于消除脚气和杀菌等效果。所以下次泡脚时，不妨加入3汤匙的小苏打，这样可以显著提升泡脚的效果。妙用2：双脚容易冒汗。患有脚气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尝试直接将小苏打撒在脚上。小苏打具有良好的吸湿性和吸附异味的功能，能够有效吸收因出汗引发的脚臭。此外，小苏打是碱性的，可以抑制真菌的生长。脚气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真菌感染所致。妙用3：我们首先准备一个小喷壶，往喷壶里倒入适量的小苏打。小苏打具备良好的吸附性，能够中和异味，并具有一定的抑菌效果。接下来，我们再加入适量的白醋。白醋不仅是厨房中的调味品，还具有强效的杀菌和去除异味的功能。当白醋倒入喷壶后，会与小苏打发生化学反应，产生大量细密的小泡沫，这表明小苏打正在迅速溶解。最后，我们加入适量的花露水。花露水除了驱蚊外，还具有杀菌消毒和强效去除异味的作用。这一组合将有效提升清洁和消毒的效果。将3种成分融合在一起后，我们把盖子拧紧，充分摇晃，确保混合均匀。接下来可以向鞋柜喷洒这种混合液，大家不用担心会弄湿鞋子，因为里面主要成分是酒精和白醋，这些物质会迅速挥发，而且我们的喷壶设计为雾状喷雾，不容易导致鞋子潮湿，可以在晚上对鞋柜进行全面喷洒，无需关闭柜门，这样能够有效的杀菌和除臭。第二天早上，当我们拿鞋子时，会发现整个鞋柜散发着清新的香气。妙用4：缓解疼痛。首先，往小碗里加入少许小苏打，然后加入水搅拌，直至小苏打完全溶解并形成粘稠状。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缓解被蜜蜂蛰后的疼痛了。那么，为什么被蜜蜂蛰后会感到疼痛呢？当蜜蜂蛰人时，会在皮肤上留下一个刺，这个刺上含有毒液，此时患者通常会感到一阵刺痛，这就是蜜蜂蛰后的第一种感觉。随后，被蛰部位会出现整体的焦灼感，这是由于蜂毒的作用所致。其蜂毒中含有一些特殊物质，可以对神经产生作用，从而引发持续的疼痛。此时患者通常会感到相当痛苦，许多人可能会前往医院就医。然而，大多数医生会建议不必服用药物。通常经过一段时间后，疼痛会自行缓解。在此期间，若想减轻疼痛，可以尝试用小苏打敷在患处。一般来说，蜂毒呈酸性，当蜜蜂的尾刺刺入皮肤后，可以在伤口上涂一些小苏打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碱面。通常家庭中都会备有这种食材，涂抹时不需要过量，轻轻抹上一些即可，能够有效中和蜂毒，减轻患者的痛苦。当然，在涂抹时要注意位置，尽量选择刺入皮肤的地方进行涂抹。
在此之前，记得先将蜜蜂的刺拔出，再进行药物涂抹，这样可以更好的缓解不适感。妙用5：首先，我们准备1包家里的小苏打，接着取一个杯子，倒入适量的小苏打，可以稍微多一些，然后加入1勺食盐，盐的量大约是小苏打的1半。因为盐味较咸，所以我们少加一点。接下来，用勺子将小苏打和食盐充分搅拌均匀，搅拌的越均匀，能更好的发挥小苏打和食盐的作用。加盐时一定要注意，不要使用颗粒较大、特别粗的盐，而是要选择比较细腻的细盐。将细盐与其他材料搅拌均匀后，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，像往常一样，挤适量的牙膏到牙刷上，平时刷牙时用多少就挤多少，然后用牙刷上的牙膏去蘸取刚才混合均匀的细盐和小苏打，尽量多蘸几下。将牙膏蘸好后，和我们调配的小苏打及食盐混合在一起，就可以开始正常刷牙了。每天早晚各刷1次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，你会发现原本发黄的牙齿逐渐变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牙齿美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不能指望今天刷牙，明天就立刻见效。因此，大家要保持耐心，持续使用这个方法，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。妙用6：清洗水果。许多农药具有酸性，因此可以利用碱性的小苏打来中和农药的作用，同时还能有效杀灭寄生虫。具体操作方法是：将水果放入盆中，撒上一些小苏打粉，然后倒入清水，用手将小苏打搅拌均匀，浸泡1个小时后，用干净的百洁布刷洗水果。如果是较软的水果，直接用水清洗干净即可，无需使用百洁布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小苏打鲜为人知的妙用，大家学会了吗？其实这些方法既简单又实用，希望大家都能掌握。如果遇到这些小问题，不妨试试小苏打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